Hello，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每天一起读经5分钟的时间啦。今天我打算来回顾一下六祖坛经的进度哈。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到了神秀的那边，我们稍微回顾一点点进度哈。神秀在这个走廊下，就是五祖大师的门口墙壁上呢，写下了一首诗句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那这首诗句写完之后呢，他就回访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半夜3更写的，因为他没有把握五祖能不能够认可他这首诗句，所以他使用这种变通的方法。但是他这样的动作呢，其实五祖都已经知道了，他知道说，神秀呢还没有感受到自信智慧的这个存在，因为五祖的作业是要让，我们可以看一下五祖的作业呢，他是说呢，大部分的修行人追求的都是福报，都是能够受益求佛拜佛，希望能够受益得到保佑。但是呢，太少人去思考说，我们说六道轮回，很少人去思考说要如何了脱这个轮回。那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就像我们最近圆觉经的 PPT 里面也有提到轮回根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弥勒菩萨有说轮回的根本其实就是贪欲跟爱渴，那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肉体有相关。所以说，当到轮回之际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贪欲跟爱渴潜伏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呢，根深蒂固的话，那它就像云雾一样把太阳遮住了。我们潜意识里太多这些贪欲和爱渴，它就障蔽了我们对自信智慧的感知。那这个时候到轮回之际的时候，哪怕你福报再大，哪怕像梁武帝一样造桥造寺，然后布施啊、度生啊，很多的福报呢。可是呢，如果轮回之际，自信智慧被很多贪欲和爱渴的潜意识这些深藏根深蒂固的这些种子呢，给它障蔽的话，我们自信智慧的那个就像太阳一样呢，就显现不出来。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呢被我们潜意识所牵引呢，又落入了下一个六道轮回的境界当中了，那就很难了脱这个生死了，生灭的这个就像海一样。像一个生死海一样，很难去上岸，很难脱离这个海，什么时候上岸呢？很难去停止这个轮回的过程所以说，五祖告诉所有的徒弟说了，修行最重要的根本还是要跟自信有关，你们必须要能够学会如何去跟自信智慧能够链接呢，然后呢，取自这个自信智慧呢，来取自自信智慧呢，来引导我们呢，踏上修行成佛菩萨道的道路。所以说，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说，当时五祖出的作业就是说，你们每个人去跟自己，你们试着去跟自己内在智慧的频道呢去链接，然后呢，如果你们能够成功的呢，跟自信智慧链接呢，那你就根据你内心中所取得的灵感呢，取自本性般若智慧就是不是第六意识心的小聪明是内心般若智慧你如果能够跟内在智慧频道接通呢，取自内在般若智慧呢，你所获得的灵感，你所获得的感应收获，你把它呢，透过我们大脑文字化的过程呢，写成一首文字的诗句，交给五祖看。如果因为五祖他本身是开悟嘛，他一看就知道你这首诗句的境界是有没有入门的。如果有入门的话呢，就将第6代祖师的这个传承交棒的任务呢，就交棒给你啦。所以当时的作业是这样出的那神秀一直没有把握说他写的这首诗句到底有没有符合五祖所说的悟道大义，有没有入门，他没把握，所以说他才选择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呢，来呈现这首诗句给五祖看。
那心中所打的算盘就是，如果五祖称赞这首诗句，他就出来说是他写的；如果五祖说这首诗句写的不好的话，那他就不好意思去承认了哈。所以他非常没有把握呢，所以说就睡不着觉，到了5更都快天亮了，还睡不着觉。那不管是诗句或是神秀这样的反应，其实五祖已经知道神秀还没有入门，然后他还没有发现自性智慧要如何去取用哈，所以他就说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方面在讲这个画，原本走廊是要画画的，那现在写的诗句就不用画了。一方面也是讲神秀的诗句哈，身心啊，我们知道一切都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不是实相哈。所以说他这是双关语。但是呢，他知道神秀的心思哈，你看神秀说嘛，如果见计欢喜啊，他就觉得有机会哦，有机会继承衣钵哦，那他就要出来承认了嘛。所以五祖就说，来，所有的门人，你们要来炷香礼拜哈这首诗句呢，你们就能够开悟见性了。那所有的门人都说，哇，太棒了，这首诗句写得太好了。但是呢，私下呢，五祖呢特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找神秀呢进入五祖祖师哈，进入祖师室哦，到祖师的禅房里面问他说，这首诗应该是你写的没错吧？那神秀就承认了说，没错，确实是我写的。等于是他也很惭愧，为什么？等于是他使用这个方法变通啊，可是五祖都早就猜到是他写的，所以他说不敢妄求主位啊，希望说和尚慈悲指点一下弟子有没有悟到这个本性智慧哈。那五祖呢，虽然在门人面前呢，都跟他们说呢，念诵神秀的诗句就能见性，但是他半夜3更的时候，他却跟神秀说呢，老实跟你讲，你这首诗句还没入门呢。所以说，依照你这种见解来修行的话，你要找到内在智慧、般若智慧是没办法找到。那实话实说，所以说我们上次就在来到这张投影片哈，我做了一个明心见性的视频，就是专门讲这2句话哈。自性智慧呢是源自本心的，一切知见呢是源自本性的哈。那五祖就接下来这段话就是还没讲的，五祖就是指点了这段话，让神秀说，你回去呢再参悟1-2天看看，如果呢你能够链接到自性智慧，重新写一首诗句过来给我看，如果你能够入门悟得大意的话，我就将第6代祖师的衣钵以及法脉传承呢都交付给你来继承。那神秀呢就跟五祖行礼啦，离开了五祖的祖师室哈，这是半夜3更哈，他就离开了。但是他过了好几天，他一直没有办法成功的跟内在这智慧链接上哈，没有灵感，写不出诗句来，所以他就闷闷不乐，很不开心了。因为呢，衣钵就在眼前，所有的师兄弟呢都认为说。所有的师兄弟都认为说啊，以后一定是神秀接班了，一定是他得到了嘛。所以说，所有师兄弟都不想去做这个作业，他就说以后跟着神秀修就好了。所以神秀才会压力这么大，因为他压力很大，说如果他写诗句呢，那如果没过关呢，那如果不写诗句呢，那老师会觉得奇怪，我修行这么久了，为什么不能够写出诗句来呢？所以他就比较纠结。那所以说，他一直过了好几天都没办法写出诗句来，所以他就好像恍恍惚惚的，好像神不守舍一样，每天就是就是明明就是每天就是有点神不守舍了，也不开心哈。那这首诗句呢的内容呢，其实呢就是。要去讲说五祖给神秀的指导的话，这一段话的话，其实就是，没有很好的灵感可以去表述。但我有联想到一个，就是说，其实呢，这个就很像啊，其实包含我们最近读圆觉经的 PPT 嘛，还有六祖坛经，其实呢，我觉得可以用一种观想的方式呢去领悟，就是说，
我们外在有地球，地球外面有太阳，对不对？然后地球大气层的云雾啊，天气变化就会影响到，有时候阴天的时候，是不是就那个天色就变很昏暗，就看不到太阳？那其实呢，我们内心中也有一个太阳，也有一个大气层。我们内心中这些念头啊，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呢，心中所有的念头呢，其实就是像我们要先穿透大气层的云雾，我们才能够跟般若智慧、跟我们内在的这个自信链接。所以为什么穿不透呢？就是因为我们内心中的那个大气层中的云雾呢，太多的杂念、贪欲啊、爱渴啊，去障蔽了。所以说，要能够明心见性，要能够感受到内在智慧的话呢，其实呢，它是需要把这些云雾拨开的。那我们就可以观想说，其实内在就是有一个频道，或者有个太阳。你想象中内在就有一个太阳在你的意识深层。当你闭上眼睛，当你静下心来，不一定要闭上眼睛，就是无时无刻，当你静下，无时无刻哈，行住坐卧，有时候是在活动中，有时候是静静着，有时候是在睡觉，躺着。一切时钟呢，其实呢，当我们去往自己内心去关照、去倾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需要拨开内心的层层迷雾哈，所谓的无明。这些云雾、层层迷雾都在我们潜意识当中根深蒂固。那我们要慢慢的扫尘除垢，把这些云雾给拨开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看到这个云层背后呢，太阳光这样洒落下来，就是我们内心一样的意思啊，就是这样子去用这个太阳和大气层的形象，我们来去想象、观想内在智慧的状态要如何去链接，就有点像是这个概念。所以说要把一层一层一层的把内心当中的乌云给拨开、拨开、拨开。那这边形容的就是说，当你乌云都拨开之后呢，你就见到内心的这个阳光，大晴天就照耀出来。照耀出来的时候呢，一切始终无时无刻呢，你都能够关照到自心当中的智慧，这个阳光呢显现出来。那当这个自性智慧阳光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你遇到所有的人事物、一切万法，就是所有的我相、人相，所有的一切的法相你都能够了了分明。就是你这个自性智慧就能够让你很透彻的明白所有的一切所以说，一旦呢内心的这个阳光能够照耀出来的话，你看一切万法、一切万境、一切人事物、一切的这个娑婆世界的后天的境遇这个情境这个电影情节、这个剧本、这个游戏模拟情境的时候呢，你都能够看得真、看得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内心的这些乌云来看所有的事情，而是把内心潜意识的乌云已经拨开了，用内在这个智慧阳光显现出来之后，很明亮。所以说，我们看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看得了了分明所以一切万法。不管是文字上的、经典上的，还是生活情境当中这些事物这些顺境、这些逆境、这些贫富贵贱、人生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的变化这些情境呢，你都能够看得真、看得实。在一切万境当中呢，当你都能够关照自心的智慧呢，受到自心智慧这个阳光明的引导的时候呢，你把一切万境看得真、看得实的时候，你就能够你就能够依照内心给你的指导来趋吉避凶。人家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嘛，就是说内心很诚心、很清净，内在智慧在引导的时候，你心里像明镜一样，像晴天一样。那个晴天的时候，光照下来，所有的地球上世间所有的一切万境、一切万法，你都能够看得很清楚，解析度非常的高，看得很清楚，看得不模糊所以说，一切万境就能够看得很真，看得很清楚，你看得很清楚之后，你就知道要该怎么走嘛，向左向右，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你就能够清楚的去做决断所以说，这个能够引导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这个太阳就是一切万法当中不生不灭、唯一真实的东西。
如果呢修行修到说你能够把内心当中这些云雾、这些杂念、贪欲、爱渴这些我们心中这些烦恼的这些乌云拨开的话，你就能够见到自信当中的太阳。当你能够达到这样的晴天，内心当中这样子晴天光芒光明，然后呢看一切万境都看得真看得实的时候呢，当你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你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佛性至尊至贵，每个人一切万法根源这个自信呢，你就是已经链接到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你的自信智慧呢，将你于一切情境当中，你就能够把你的领悟呢，随时呢能够写成诗句出来。包含呢，其实佛陀也说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典，其实就是这样子而来的。它是84000法门，是为了度84000众生而写出来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都是为了要帮助众生呢，拨除心中的云雾呢，帮助众生呢找到内在的智慧，内在的这个太阳那当一切众生内在的太阳显现出来之后，他自己就能够用这个太阳用这个光明呢，去引导他人生，引导他在这个人生情境当中该怎么走，该怎么完成使命，并且呢，当人生使命完成之后呢，他是能够出离生死苦海的，他不会再陷入轮回当中那这才是修行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切诸佛的大事因缘，还有一切修行，最终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入轮回情境当中，有的人比喻为虚拟实境世界嘛，就我们在这个轮回世界圆觉经当中说的这个如幻说菩萨说如果世人都不修行然后生在这个如幻境界当中，他也不知道，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出离这个轮回的过程呢？一趟旅程结束了，又进入到下一趟轮回，有了下一个肉体不断的重复，无休无止嘛。所以说，其实一切万法、一切的经典、诸佛所说的一切语言，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能够与内在的这个佛性、菩提自性它因为它能够与内在自性链接，所以呢，它能够呢，用这个真心呢，如如的真心，不生不灭的真心，去引导它在世间一切万境当中都能够，好像你有一个导航一样，不管去到哪里你都不会迷路，而且你都所有的路看得非常清楚，你所在哪里，定位在哪里，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要如何走什么路可以导航到那个目标，都非常清楚如非常真实，非常清楚一切万境都可以用这个内在真心来引导。你内在身经看得真实了，一切万境你都不会迷不会迷失啊。到轮回之际呢，就不会迷啦，不会迷失啦。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行有品虽然短，虽然都是故事，其实他都已经讲到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了。那所以说，这个就呼应到了六祖坛经的开头嘛。其实六祖就是说啦，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所以关键要如何修行，修到把内心当中的贪欲、爱渴这些乌云拨开，当你拨开之后呢，使用你心中的太阳光照射出来，照耀所有一切万境，了了分明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行菩萨道，慢慢修到成佛之路，就靠着内心的这个导航来引导，你就不怕迷啦，不怕迷路啦，这样子。所以说呢，这就是五祖给神秀引导说，希望呢神秀也能够把心中的乌云拨开，能够见到心中的太阳，那他就能够一切时钟都能够随时随地你关照之心，你就能够看到心中的太阳，就像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地球大气层外面的太阳一样看得非常清楚。这时候你对一切万法你都不会疑惑，一切万境你都不会迷失哪怕到了轮回之际也不会落入轮回这就是菩提自性。那但是呢，神秀当下时还不能够
因为这个不是靠我们头脑小聪明去想的，这是你得真修实练的，你得真修实练，把心中的这些乌云给拨开。潜意识，我们知道人家说本性难移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潜意识里的这个习性是最难改变的。人家说要改变一个习惯，要经过21天的时间。所以说，虽然说五祖告诉神秀这些诀窍了，也虽然说我们今天这样聊，我们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修实练的去把心中的乌云拨开的话，我们仍然无法做到五祖所说的这样的状态，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所以说，明心见性并不是一种理论，你必须得实操，你必须得有真功实善，真修实练，才能够自然而然的一切时中就能够像六祖慧能一样，为睡蒙教授早知大义他就是跟内在的智慧已经接通了，他就能够一真一切真万法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人教他，他知道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咯。读六祖坛经真的很不错，希望说大家也可以有时候每天拨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读读经吧。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